都要到场。韩鹏旅长，到。第一阶段的演习已经结束，请你把俘虏放出来吧。是，马上释放俘虏。 同志们，今天请各大单位主官到场来参加这个大会，而且是安排在晚上。可能有些同志想不通啊。首先，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参加这次演习，甚至不清楚这次演习的内容和规模，更不清楚战区陆军搞这次演习的真实意义。其次， 参与和参加这次演习的各大单位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演习开始的当天，要召开这个总结大会。有关这2点啊，司令员在讲评的时候会向大家说明的。今天的会议一共有3项内容：第一，通报演习最终结果；第二，讲评；第三， 宣誓部署第2阶段演习，3项内容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下面请沈军参谋长宣誓通报。第一战区陆军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第1阶段任务圆满结束。演习于今天上午6时开始，于下午16时结束。演习预定3天，演习内容和任务是： 红军主力3天之内攻取由蓝军防守的狼山训练基地535防线，为红军胜利；否则为红军失败，以此检验红蓝双方综合军事实力。演习在当日10个小时内完成，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战果。经演习指挥部、演习导演部会同陆军机关军事专家的意见后，评判裁定， 蓝军山豹旅用了不到4个小时，利用直升机大集群大纵深突袭，攻占红军旅部机关，炸毁了红军的弹药库和油料库，完全切断红军的后勤补给线，并且有效利用伪装战术，阻止红军行军速度。在红军已丧失持续机动作战能力条件下，演习导演部曾裁决红军失败，下达了红军退出演习的命令。 但红军并未执行，继续按原定计划向狼山开进，并命令其配属炮营，向蓝军阵地发起了炮火攻击。蓝军随即应变，并设计在红军进行途中，将红军主力第808旅军政主官生擒，致使红军指挥系统完全瘫痪。演习以蓝军全胜圆满结束。现在， 我代表战区陆军作战部宣布，陆军808旅退出演习，返回驻地认真总结。演习通报宣读完毕。现在，我再宣布一个处分决定：在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 由于808旅旅长王可征同志拒绝执行演习导演部下达的退出演习的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性质极为严重。鉴于王可征同志违抗命令仍处在非战争时期，因案
严重违反军纪处理的有关规定，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王可正同志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请刑事委员讲评。同志们，刚才沈参谋长已经把演习的第一阶段的情况说清楚。既然是现场讲评，那么我们就从现场开始。刚才呢，彭政委宣读了对王可贞的处分决定，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对王可贞个人的处分，也是对我们在座各位军官敲响的警钟。现在呢，军改已经步入深时，可我们有些同志呢，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军改之前的军区时代，因为自己有点功劳，资历较深，曾经是先进典型，你就可以违纪违规，不执行命令，出师无名。我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有幻想的同志，马上清醒一下。今天王可贞受到了处分，还不等于808旅的战旗倒下去了。同志们，你们别忘了，808旅的旗帜是从井冈山一路走下来，牺牲了我们多少的同志，师长、旅长、团长，涌现出多少革命烈士！就因为他们的倒下，才捍卫了我们808旅永远不倒的旗帜。今天王可贞之所以能犯这样的错误，我想他是被这个沉重的荣誉压着。我听说他到现在还不认输，还不服气。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败下阵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让人蓝军给抓了俘虏，而且还硬着脖子要去告人家。哼，要如此下去，我们808旅的战旗能飘扬几天呢？王旅长，何政委，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接受组织处分。首长，我代表808旅全体官兵郑重承认，我们这次的确是失败了，但是我相信王旅长和全旅官兵不会因此而倒下，我们会振作起来，把808旅这面战旗扛到底。有决心就好，但知道为什么会败吗？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也不相信你现在的回答。回去呢，好好总结一下，研究一下败因。摔倒了没关系，爬起来就好。就怕你弄不清楚你为什么摔倒，那你肯定还会有第二次摔倒，到那时候就没有那个机会了。是，我们回去一定认真总结，查找问题。坐下吧，同志们，我们这次演习的胜利者是第一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山豹旅。今天呢，也是山豹旅首次跟我们大家亮相。请坐。同志们，山豹旅作为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一支最年轻的作战部队，山豹旅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兵种出现。战区陆军组建专业化蓝军部队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
在长期缺少战斗实践的和平环境下，为部队树立一个强敌，找一个对手，让和平变得不再和平，让演习变得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改变以往只能依靠现有建制的部队来扮演蓝军或护卫蓝军这种传统的对抗模式。这是战区陆军党委为加速新型陆军建设步伐，进一步落实军种主建，大力推荐训练模式转变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在这里呢，强调2个关键词，一个是加速，一个是转变。我们大家天天在喊打赢未来战争，这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外军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连外军的新装备、新战法、新理念和新模式都不了解，没有接触，无感知，打赢从何谈起呢？山豹旅它的组建仅仅有半年的时间，它只是照搬着外军未来战争的一些新战法，在信息对抗中仅仅迈进了一小步，破了点规矩，变了点章法，就把咱们有着光荣传统的王牌师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军事改革那不能再按部就班，不能再循序渐进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那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定，同时呢，也是为了建设新型陆军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转变，那不光是编制、体制和机制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转变。转变肯定会遇到一些一时搞不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勇于去挑战，让自己尽快的去适应新的军旅体系、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不再加快转变，特别是理念和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就会被淘汰出去。同志们，新一轮的军改正在考验着我们。下面我宣布，决战2017第2阶段演习开始。这第2阶段是跟谁打呀？怎么着？都发什么了？没参加过演习吗？808旅已经败北了，可是山豹旅呢，现在还在部署着535防线。你们要是谁不服，找山豹旅去，啊，跟他决一雌雄，怎么样？谁敢站出来？司令员突如其来的发难和反常规的路数，弄得高级军官们不知所措。凭楚占刚的指挥才能和909旅的实力，他完全可以站起来应战。但瞬间的冲动之后，他又冷静下来。集团军李副参谋长升任参谋长，楚占刚又是接替李副参谋长位置的第1人选。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个闪失，谁又能保证对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影响呢？于是